这样的话，我们带着感恩，留出了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接受一个新的世界，活出你自己。我刚才说过，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自己的所有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穿的、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我非常喜欢在看书或者是听音乐的时候，用手亲自去缝衣服。这样的话，我可以和我身上的所有的用具以及衣服有一个共鸣，这是很重要的。你是不是要成为100%的自己？在生活中，我们都非常忙碌，每天上班积累金钱，维持家庭的各种琐碎开销，一生都在还房贷、车贷，一辈子到老都要服务于银行、社会的各种理念、名牌等等。但是，我们心中最深层的需求以及驱策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心中最深层的感觉以及热忱又是什么呢？我们被大脑拖累的，每天疯狂的在思考，而思想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对于真正的深层宇宙是毫无察觉的。如果依赖思想，它只能助长恐惧，它只会寻找安逸和快乐。但是所有的快乐都是瞬间即逝的。于是我们去寻找渠道，我们学习伎俩，我们顽强的继续那个梦想出人头地。父母、老师、朋友、亲人都在为你学习这种伎俩，喊加油加油，一试又一试。你觉得好玩吗？你不烦吗？如果你说不，那你真的是被打昏迷了，还没有从这种机械的认识以及动作中反应过来，或者你反应过来了，却由于依赖去向上师、宗教讨寻出路，你依然是被拖泥带水，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认知惯性里动弹不得，没有自由。我并不希望你们听我讲什么，我更希望你们去观察自己，也观察我。从你自己开始，立刻开始，放下所有的老师、上师所说的，以己为师，带着慈悲观察你，活出你的个性，只跟随发自你内心的热忱走。无论是穿衣戴帽、吃饭、静心、交朋友、工作、玩耍，你的内心都有一个宝藏，那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一切如果出于你内心的热忱，你的方向是不会错的。你会知道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形式的衣服是好看的，会知道吃什么样的蔬菜对你的身体是最需要的，与你的身体的五行分布最恰当的。留意宇宙，宇宙一直在服务于你，你也应该服务于它。服务于宇宙是服务于和谐的大生命，服务于小我，你服务的只是银行、名牌，你服务的只是那些占有了世界上95%以上财富的大财团，你服务的是虚假，你是在排斥和分裂中。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行为以及认知滋养的是什么？是暴力、战争、饥饿。你更喜欢哪一种呢？如果我们要对这个世界负起责任，那我们就不依赖任何人，
不再追随任何上师，亲自驾驭你的生命大方向。这时，你内心会自然地升起服务于大宇宙的热忱，因为你比你认为的要大得多。那像这样的一个城堡，我真的有一个想法：如果未来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一起，把这个依然还很环保的城堡修复起来，然后让它作为一个我们中国朋友的一个未来的生活方式的中心，一个典范。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这里种中药园、果园。我们可以在这里研究植物与植物之间的种在一起的化学反应。大自然把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只是我们关注什么？我们关注哪一个是我们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那个要点？90几年的时候，有个新闻，有一个日本的宇航员。他好像叫秋山丰宽，对，他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就是在90几年的时候，我对心灵方面的东西完全不注意，我完全把所有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我如何丰富我自己的绘画，如何展示自己的绘画，而且我的绘画的方向。那么，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秋山丰宽说，他到了宇宙之后，当他望向地球的时候，他突然感觉有一个神圣的力量充满了他，他有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他说他无法形容，那个时候他。神圣的力量引领着他去望地球。他说他看到地球是如此的美丽，然后他说，他一下子感觉到是那个神圣的力量正通过他的眼睛在观望地球，在欣赏地球的美丽。然后，当他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说，他将停止他的宇航员的职业，他要去务农。秋山先生在太空的经历是一个顿悟的过程。醒来不需要漫长的岁月，它往往发生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那个空隙之间。在那个当下，没有三维认知和小我时刻的防范，灵魂可以趁机会推开你心中的那扇天窗，本源的光来拜访你的心。秋山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说，人类也是动物，所以不应该一味地谋求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是应该更积极地去追求心灵世界的丰富。他关于现实是这样看的，他说，蔬菜如果不从根部吸收养分，从太阳获取能量，就无法生长。同时还需要昆虫来传播花粉。他说，万事万物的合作以及和谐，才可以得到果实的收获。他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在结果之前的那个过程，
那个万事万物互相配合，以及一体的互相效力。秋山先生说：“我要捍卫美丽的地球。”他的话深深的触动了我。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中，哪怕是一只鸟，一个歌里面的歌词，夕阳西下，草在夕阳中摇曳，一条广告，小说里的人物，新闻里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信息无处不在，生命的信息是我们人类未来真正要追求的。因为我们现在在100年之内，我们已经把许多物种逼到了死亡的边缘，可实际上真正谁要死亡是我们人类，我们正在集体自杀。我做过一个梦，这个梦不断的出现，也可以说这个梦是一个在冥想中的或半睡半醒中的梦，它已经持续了10年。我梦见有2条船，这2条船在海上，这2条船一开始是车，那个车上有很多轮子，他们俩一起平行，这2条船都知道前面会有一个悬崖，有一条船上有许多人，他们把上面的所有的黄金都扔出去，另一个船的人去蜂拥的把所有的黄金都装满他们的船，但是当这个船飘到了悬崖的时候，装满黄金的船一下沉下去，另外那条空空的船在海上，所有沉到海底的人都爬上了这条空空的船。这条船后来当我开始做心灵追求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就是法船。法是什么意思？法就是宇宙的一个规律。宇宙如果它的基础是爱的话，那么我们如果是宇宙的一部分的话，我们最终的进化就是要达到爱。爱我们说的太多了，但是你是不是爱？爱这样的东西不可以量的，你不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可以斗量的地方，完了你计算着一点一点给出去，不可能。爱，你爱就是爱，你不爱就是不爱。所以我们是有爱的，还是我们是没有爱的，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但是每一个灵魂最终及追求的目标都是成为爱。如果有更多一点的爱，那个新的世界就会呈现得非常快。我们如何开始？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念里去憧憬那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已经没有囤积和独占，它改变了，它像一个镜子突然翻过来，它改变成给。我要给，我在给的过程中，我会收到对方的喜悦和爱。这个就是风山，就是秋山风宽说的。他说，真正的丰盛是精神层面的，是精神层面的。是的，当你喜悦和快乐的时候，它是不可以买来的，钱是不可以买来的。当你看到那个孩子莲花一样微笑的脸，他可以一下子把你多年的忧愁的那个乌云一下子击穿、打碎，阳光射进来。我们可以在狗的眼睛里，我们可以在花瓣里，我们可以在一个充满爱的母亲的眼睛中看到这个我们生命中真正本质性的东西。所以未来的世界就是你不要等别人，你不要等那个别人都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
自知之明是新世界的基础。没有自知之明，也不可能了悟。新世界不是大规模的国际性会议，或者是几个圣贤可以带来的。它是在每一个人的自观中，诚实地看到自己曾经的贪婪、妄念，自己曾经极力地谴责他人，或者试图教育他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开始看懂自己，一直是在庸俗中行为，还是在真实中行为，这样我们就不再受制于物质和感官的价值观的支配。当我们在深度的和平和清晰中面向人生和世界的时候，你就是在为和平的新世界播种。当我们不再认为人类是分离的，不再强调自己是美国人、中国人、非洲人，还是北京人、山西人、上海人，你就是在为人类一体这个新世界播种。当你停止追随和模仿你幻想要变成的人，比如佛、权威、明星，你将成为你自己。你将用自己的脚走路，自己的心说话。那么你就是在为一个自由的新世界播种。当我们可以停下来，保持在宁静中，我们不再努力的去反对、阻止腐败、暴力，你保存的是自己的经历。因为用二元对立的方式不可能消除腐败和暴力，你只能使他们愈演愈烈。停止反对外在世界所谓的恶，而去关注、去除我们自己内在的贪嗔痴慢疑，我们就可以安住在自己的干净中。那么你就是在为一个纯真的新世界播种。有一天，你微笑着走在一个郁郁葱葱的新世界中，那个新世界不是发生在未来，它是在当下，它是在你的深处，它一直在等待着你发现它。前几天有朋友传过来一个信息，我发现真的全息就是这样，他随时会告诉你一些让你需要思考的事情。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尼泊尔的灵修少年，他的名字好像叫巴登多杰，他6年禁食在菩提树下证悟以后，现在他开始出世传法。当时朋友传过来的时候，我立刻就去寻找他出世以后证悟以后他说了什么。他说的话让我非常的振奋。他说人类目前最重要的信息和最重要的宗教是人类要追求真理。第二，他说一个未来世界的信息，就是说未来世界不仅仅是人类居住，而且是适合于很多种形态的生命居住，包括诸神的居住，诸佛诸神的居住。然后他有另外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棒。他说一切暂时的智慧仅仅是被空洞的语言和文字所束缚，
它在法里面，也就是宇宙的法里面是不需要的。我认为这个尼泊尔少年真正的是一个开悟者。是的，他完全预言了我们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就是神居住的地方，佛居住的地方，就是各种形态生命的物种居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憧憬的。当然，如果你觉得那样的世界，你并不想平等的去分配，你并不认为所有的人跟你是平等，那你就留在三维世界。你留在三维世界，你就继续的去享受也好，或者是占据在这个世界里，神也会陪伴你，一直到你够了，你清醒了。因为我们早早晚晚要清醒。清醒，什么是清醒？就是你真的知道我们是一体的。当你是一体的时候，你不会去虐待你的脚、你的手，你不会去屠杀你的眼睛，你不会让你的那肚子是饥饿的，完了你在旁边继续的囤积很多粮食让它发霉，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唉，真好。我觉得特别高兴，你们可以跟我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呼吸新鲜空气。其实生命真的也是一种游戏，大家大可不必那么紧张，那么就是游戏。为什么就是游戏？既然我们知道物质是虚幻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为了生命、为了灵魂而服务的一个背景的话，那个时候你会看清很多很多事情，什么都不重要了。是的，只有你的喜悦，只有你对别人的友爱友善是更重要的。既然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自己的世界，我们为什么不在其中过着喜悦的生活呢？任何事情当没有灵魂和生命体去投入一个意义的话，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毫无意义。它真正的意义是你给予它一个意义。这也就是说，当别人贬低你的时候，对你没有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所贬低的你不是真正的你，说出贬低你话的人也不是真正的他，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源头，每一个人都是圆满具足的。新的世界就是从你开始的。是的，就是从你开始的。你是火，你是光，你一个人点亮你自己的心就够了。他会照亮别人，别人也会点亮他的心灯。那么这样的火把就一个接一个，成为一片火海。爱是不会恐惧的。当爱进入黑暗的时候，爱就是那盏灯。当所有的火把成为一片光明的时候，黑暗还可以存在吗？它不可以存在了。那个时候，你还会恐惧吗？不会。你进入一个黑房子，悉悉嗦嗦的声音让你害怕，对吧？我记得好多人说：“哎呀，我们很害怕欧洲的城堡，说里面闹鬼。”闹鬼是你赋予了这个城堡有闹鬼，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和里面的所谓鬼链接。哪里没有鬼吗？哪里都有鬼，是不是？哪里都有神，神无处不在，神无处不在。当一切都点亮的时候，皆大欢喜。我们哈哈一笑，发现是一只淘气的小猫在那里吓唬你。新的世界就是人类要看见自己的慈悲心以及智慧。当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和唤醒自己的慈悲以及智慧的话，即便我们终生去努力的引用佛，去引用所有的大师的语言，你将终生不可以证悟。因为所有的语言，是的，语言是一种束缚，语言是一种束缚，它是几经翻译而呈现出来的
一个概念性的东西，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迎接新时代的新世界的前卫先锋。你肯定是，没有什么是偶然的。看看，太阳快下山了。